还以为自己是日不落帝国呢，醒醒吧！英国访华梦碎，荷兰800亿订单悬了。中国这次为什么敢直接掀桌？如果你还以为国际外交是表面笑嘻嘻背后捅刀子的游戏，那么最近中国对英国和荷兰的连环反击绝对能让你刷新三观。据中华网消息，从今年10月说起，英国政府突然宣布制裁11家中国企业，理由是所谓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搞笑的是，他们连像样的证据都拿不出来。更绝的是，到了12月，英国又追加制裁2家中国科技公司，说人家搞网络攻击。可就在同一时间，英国媒体开始放风，说首相斯塔默明年1月就要访华。这波操作简直堪比先扇你耳光，再问能不能约会，简直是纯耍流氓。中国外交部的回应特别干脆，尚未讨论具体日期，翻译成人话就是别自作多情了，我们连饭局都没答应。最打脸的是中国驻英大使馆的表态，他们直接用了狼狈为奸这个词，批评英国跟着美国搞合谋。要知道，在外交场合用这么重的词，相当于直接撕破脸了。但英国为什么这么精分？根源是2016年脱欧后，英国彻底迷失了方向。他既没法单独成为世界一极，又融不进美国的核心圈子，最后选择当反华急先锋来刷存在感。可惜他忘了，中国早就不是20年前那个以忍为上的国家了。那么英国和荷兰到底干了什么，能让中国如此决绝的掀翻牌桌？这背后又隐藏着我们普通人能看懂甚至感同身受的什么经济逻辑呢？这事儿得先从英国说起。最近英国在对华关系上上演了一出精分的3步走。第一步是嘴上抹蜜，这话说的听起来掏心掏肺，让不少英国商界，尤其是金融城的大佬们，仿佛看到了人民币投资和市场准入的曙光。第二步是背后捅刀。话音还没落地，12月9日，英国政府就宣布以所谓的网络攻击为由，制裁2家中国的网络安全企业。这可不是什么小打小闹，而是具有法律和金融杀伤力的制裁。更讽刺的是，英方连一份完整的证据报告都拿不出来，所谓的攻击全球80多个系统，连具体时间和受害方都无法明确。这就好比你家邻居突然报警说你偷了他家东西，警察问他丢了啥，什么时候丢的，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但坚持要查封你的房子。第3步是反复无常，除了制裁英国，还在另一件关乎外交基本礼节和信用的事上反复横跳。中国驻伦敦新大使馆的建设审批，这事儿已经拖了2年多，一拖再拖，最近又被推迟到了明年1月底。有分析认为，英国政府可能是想把这个审批当做一个政治筹码，等首相访华前再来讨价还价。所以当记者在12月10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问到英国首相访华安排时，发言人那句平静但分量极重的回应就不难理解了。中方尚未同英方就斯塔默首相访华日期等具体问题进行讨论，这句话的外交翻译基本就等于免谈。这意味着英国金融城心心念念的人民币清算额度可能会被搁置，英国石油在华的大型页岩气合作项目审批也可能暂停。想合作，先把你的诚意和规矩摆正了再说。如果说英国的牌打得精分又短视，那荷兰的操作就更像是一场被推着走，最终砸了自己金饭碗的悲剧。荷兰有一家全球独一份的宝贝公司阿斯麦 ASML， 全世界最高端的光刻机几乎只有它能造，而中国是阿斯麦最大的客户之一。每年中国市场能给它贡献超过800亿人民币的收入，占其全球市场的近1/3。这哪是客户，这简直就是衣食父母，是妥妥的金主爸爸。结果呢，在美国的压力下，荷兰政府12月初宣布将更多型号的光刻机纳入对华出口管制，这直接导致阿斯麦暂停接收中国的新增订单。财报数据显示，阿斯麦的中国市场占比已经像做滑梯一样从 46% 跌到了 29%。 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家楼下最火的早餐店突然宣布以后不卖包子给街坊老王了，因为隔壁村的面粉商说老王人品不好。至于街坊老王是不是真的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面粉商这么说了。荷兰政府可能以为这只是配合盟友的常规操作，中国顶多发个外交抗议就完事了，但他们严重误判了。他们忘了全球化时代产业链是环环相扣的。就在他们跟随美国收紧光刻机出口的同时，荷兰自己的一家核心企业安氏半导体 Nexperia 却陷入了巨大的麻烦。这家公司虽然总部在荷兰，但其背后是中国文泰科技，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的东莞工厂承担了其 70% 的产能。中国的反应精准而迅速，
早在荷兰政府动手之前，中国商务部就发布公报，禁止安氏半导体在中国生产的特定关键部件出口。这一下直接掐断了安氏半导体欧洲设计中国制造的产业链命门，后果立竿见影。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发出预警，因为大众、宝马等车企 30% 的车规级芯片都依赖安氏，供应链断裂可能导致数周内全面停工。荷兰本土的供应商每个月损失高达2亿欧元，这下荷兰政府傻眼了。荷兰经济大臣在议会听证时承认，他们只预判了中方会口头抗议，完全没料到中国会直接动用产业链工具进行反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更尴尬的还在后面，后来美国方面暂停了部分施压规则时，压根儿就没通知荷兰这个小弟。荷兰完美的扮演了一个战略棋子的角色，冲锋在前，承受损失，最后还被大哥遗忘在了战场上。为什么中国这次能如此果断的掀桌子？这背后绝不仅仅是一时之气，而是中国自身经济实力和全球角色发生根本性转变后，外交行为模式的必然升级。过去几十年，我们常说以市场换技术，为了融入全球体系，很多时候不得不忍一时风平浪静，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答案藏在3组数据里：一、市场换技术，中国是 ASML 最大客户，也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上海微电子28纳米光刻机良品率已达 90%， 成本只有 ASML 的1/3。二、稀土锁喉，从战斗机到光刻机，谁都离不开稀土。中国稀土产能占全球 90%， 相当于捏住了高端制造业的命门。三、时间在我们这边，中国每年工科毕业生是美国的8倍，研发投入增速连续10年超 10%。反观 ASML 失去中国市场，意味着可能丢掉未来10年的技术迭代机会。你看，几乎在同一时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带着空客、道达尔的高管访华，签下了200亿美元的大单。德国大众也选择继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他们用真金白银的行动做出了和英国、荷兰截然不同的选择。这场国际博弈背后，其实藏着普通人的机会。一、国产替代加速，中国半导体设备公司正在疯狂招人，薪资涨幅超过 30%。以前学微电子的都想去英特尔，现在中微公司北方华创成了香饽饽。稀土价值重估，中国稀土集团股价2个月涨了 45%， 新能源、军工、航天哪个都离不开它。三、技术人才吃香，懂德语、荷兰语的工程师突然成了猎头眼中的宝贝，因为中欧技术合作需要翻译技术而非翻译语言的人才，但也要警惕风险，欧美对华技术封锁可能加剧，海外投资审查会更严。有个在荷兰留学的朋友说，现在学半导体专业连实验室都不让中国学生进了。英国和荷兰的遭遇给所有国家上了一课，全球化不是自助餐，不能只挑肉吃，想和中国合作就要拿出诚意和尊重。现在的中国既有掀桌的底气，也有自己做饭的能力，毕竟没有人愿意和一个随时可能掀翻棋盘或者往你杯子里吐口水的玩家一起玩。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